武魂，12片羽翼，光明与黑暗共存，老夫从未见过。教皇冕下，觉醒广场处出现恐怖异象，那股武魂气息层次极高，半圣半魔，十分特殊。立刻随本座前往觉醒广场。孩子，把手放上来，测试先天魂力。普通水晶上限10级，这孩子先天魂力恐怕远超10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苏明渊。你的武魂是什么？12亿堕天圣魔。小友，再试一次。先天20级，真的是先天20级，只存在传说里的天赋。他的武魂能压制我体内罗刹神念，再加上先天20级，绝不能落入供奉殿手中。苏明渊，你可愿拜本座为师？弟子苏明渊，拜见老师。从今往后，苏明渊是本座亲传弟子，武魂殿上下任何人不得怠慢。你可知本座为何执意收你为徒？弟子武魂特殊，先天魂力极高。另外，老师很在意武魂里的光暗力量。你的武魂除光暗双属性，还有什么天赋？如实告诸。第一，圣魔双生，掌控光暗；第二，洞天吞噬，吞噬负面残念；第三，12亿解封，每一枚魂环解锁1对羽翼；第四，神念净化。神念净化究竟有什么作用？可净化邪念、精神污染。若是修为足够，能克制寄生在人精神深处的神明残念。你能感受到这股力量？这是外来神明污染，寄生在老师精神里，不断放大你的痛苦与恨意。那你能净化它吗？现在弟子修为不足，无法彻底根除，但可以暂时压制，让老师获得片刻清醒。老师收敛魂力，切勿抗拒。若我撑不住，立刻切断联系。区区凡人孩童，也敢窥探神之领域？下次不许这般冒险。开始测试，逐步提升威压。10级，刚觉醒就能扛住25级威压，这武魂体质当真恐怖。继续加3级一提。38级已是极限。第一魂环可长试1000年，但年限不可超过2000年。你们2人亲自护送明渊前往星斗大森林，目标1600年圣影魔鸦。小殿下，咱们分头找还是一起？那边有光暗交织的气息。确实是圣影魔鸦，年圣约1600年，擅长光影幻术。我来速战速决。让我试试，我想看看武魂对他的压制效果。尚未血脉压制，光暗双属性同时被克制。就这点本事吗？比起罗刹神念，你这点精神力太弱了。小殿下，最后一击交给你。
凝神稳住，若有异动立刻出声，我会帮你切断。千年第一魂环，这要是成了，当真打破魂师界常识。第一魂技圣魔审判，可攻可净化，可破幻术，可噬邪念。药皇冕下这次是真的捡到宝了。经脉稳定，精神波动平稳，根基毫无损伤。小殿下这体质当真离谱。鬼长老，我如今魂力多少级？21级巅峰。只有21级巅峰，先天20级加千年魂环，不该只剩这点。他魂力质量太高，同级所需积累远超常人，不是坏事。第二魂环，我选黑暗精神类魂兽。第一魂技圣魔审判，主压制审判。第二魂环需强化吞噬与精神侵蚀。如此光暗体系才算完整。面对邪魂师与神念污染，也多几分应对手段。黑暗精神类里最契合你的当属深渊噬魂珠。深渊噬魂珠，这东西可不好惹。鬼长老，这种魂兽有何特点？善精神攻击，知噬魂蛛网，拖人入幻境，蚕食精神力，年炼不高也极度危险。就选深渊噬魂珠。年限多少？约2200年。另有一只1300年暗纹魂珠，契合度远不如它。小殿下，如何选？2200年风险不小，选深渊噬魂珠。第一魂环以提升我的体质与精神力，它属性契合度高，值得一试。有道理，我失控我会强行打断。小心，这些诸神在精神波动，碰一下就会被拉入幻境。小心他的散魂幻境！想啃食我的精神，你还不配。雕虫小技。区区2000年魂兽也敢噬我之魂！最后一击给你了。小殿下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他的怨念比圣翼魔妖强得多。临死前怨念极重，精神反噬会更强。小殿下，第二魂技是什么？第二魂技堕天噬魂，可锁定精神波动，吞噬魂力与精神力，还能将负面能量转化为自身魂力。启禀教皇冕下，徐长老、鬼长老回来了。让他们进来。教皇冕下，此次猎魂顺利完成，还是让小殿下自己展示吧。弟子见过老师。2200年，本座不是说过，第二魂环年后需谨慎控制。教皇冕下息怒，此魂兽与小殿下武魂契合度极高，且属下全程护法，根基毫无损害。第二魂技堕天噬魂，可吞噬负面精神能量，与神念净化相辅相成。开始吧。
比上次效果更好。待弟子魂环增多，魂力提升，便可逐步削弱老师体内的核心污染。做得很好。明渊殿下，教皇冕下有请。供奉殿传令你应该已经知道了，去吧，本座不会陪你过去。弟子明白。我只能送你到这里。多谢鬼长老。苏明渊见过大供奉，见过诸位供奉。抬起头来，释放你的武魂。天使神像真的有反应，可他的黑暗羽翼也极强，这武魂太过特殊。你的武魂不属于天使，但你的光明不弱于天使。弟子武魂名为12亿堕天圣魔，光明与黑暗共生。黑暗本身无善恶，吞噬罪孽者可为魔，承载秩序者亦可为圣。小孩子倒是会说漂亮话。教光殿长运藏玉匣分殿，供奉殿长传承震天下，二者却以武魂殿变回内耗，这不是不漂亮话，是事实。你的立场是什么？大副相若这是敌意，明渊自然挡不住，但若只是试探，那还不够让我低头。不错的小辈，武魂强，天赋强，信心更强。逼逼东这次确实没看错人。你可愿来供奉殿修炼一段时间？若老师同意，明渊愿来供奉殿学习，但明渊是老师弟子，不能不告而来。好，老夫会与逼逼东说。今日便到这里，你回去吧。明日若逼逼东同意，你可来藏经室翻阅典籍。大藏想释放威压了，差点跪了。差点跪和真跪是两回事。苏明渊，或许你真能成为那个弥合裂痕的人。倒是不枉本座收他为徒。大供奉想让明渊殿下去供奉殿修炼一段时间。可以，但他每日仍需回教皇殿修炼，安排本座亲自过问。供奉殿可以教，但不能抢。属下明白。从今日起，苏明渊与你们一同训练，他是本座亲传弟子，也是你们未来最重要的同伴。狐狸拿见过明渊师弟。见过娜娜师姐。我听说你已经是大魂师，6岁的大魂师，还2个千年魂环，我才不信！教皇冕下，弟子不是质疑您的判断，只是此事太过离谱，不亲眼所见，弟子实在难以心服。年轻天才之间有不服很正常。明渊，你觉得呢？你想怎么验证？那就来打一场！妍妍，你比明渊师弟大好几岁，而且他刚觉醒武魂没多久。他不是已经大魂师了吗？我会控制力度，只要他能让我心服，我以后自然认他。点到为止。老鬼，你说妍妍能撑多久？若明渊认真，实习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接招！第一魂技，圣魔审判。我就不信破不了你的防御！这他妈是什么鬼能力？战斗结束，我输了，承让了，师兄，你确实很强，以后我认你就是了。明渊师弟，你刚才那个眼睛一样的魂技就是第二魂技吗？第二魂技堕天噬魂，可锁定精神波动。妍妍师兄情绪波动强，所以受影响更明显。所以你是利用我的急躁取胜？师兄可知，
战斗时情绪本身就是破绽。如果换我，你也能这么快赢？不会，你情绪比眼炎师兄稳定，堕天兽符魂的瞬间影响没这么强，但你精神防御不足，被我拖入节奏依旧会输。那我呢？娜娜师姐精神天赋极强，但若精神力与情绪绑定太深，日后遇精神系魂师易被反制。明渊说的不错，娜精神天赋很好，但不该被情绪牵着走。明渊，你可有办法缓解？可以用神念净化梳理精神杂念，再用堕天噬魂引导他感受负面情绪剥离，可区分精神力与情绪。好舒服，感觉脑子一下子清醒了好多。那，你能不能也帮我梳理一下？你更需要的不是梳理精神，是控制情绪与魂力爆发。你的火焰爆发力强，但释放太粗糙，学会压缩，攻击力会更强。明渊殿下，供奉殿派人来了。大净坊有令，明渊殿下可入藏经室1层、2层。这里的收藏远比想象中丰富。光暗必须同步成长。能这么短时间看出光暗平衡的重要性，倒是不枉大圣父看重你。你先看光明稳定法，又看清楚吞噬类能力隐患，从来不在是本身，而在消化。二供奉说的是，这是天使圣辉官装法残篇，核心内容你不能看，基础篇可以借鉴。多谢二供奉。天使神像再次共鸣。我给了他观想法基础篇，没想到他没照搬天使圣辉，反而构建出了自己的圣魔观想雏形。此子悟性远比老夫想象中更可怕。藏经室2层部分典籍也对你开放。你见过千人穴吗？你的精神力稳定了许多。今日在供奉殿精究室，二供奉给弟子看了天使圣辉官方法基础篇，弟子借此构建了圣魔观想雏形。效果如何？弟子精神世界更稳固，再做神念净化，可承受更多外溢污染。今日先回去休息，明日再说。供奉殿带的东西可以学，但不可完全照搬。弟子明白。供奉殿这么快就开始拉拢他了。今日尝试第3次进化，记住，若有危险，立刻停下。你成长得很快，一个刚觉醒的凡人孩童，竟能连续撕开无的污染，难怪他把你当成希望。你怕了？我怎会怕？无乃神念，你不过是蝼蚁。你越急，说明我做的事越有效。不能看。吞噬物的力量，那就让你吞个够！救他还是保你自己？凡人，你选。你想让我2选1，可惜我不选，我只破局。滚回去！苏明渊，你会后悔的。他心中有恨，他本就属于罗刹。他属于他自己，不是你的容器。罗刹神念已经开始针对你了。弟子早有准备。苏明渊，你为何这么执着帮本座？弟子也是为了
寻找机会接触千仞穴。谁让你骑他的？弟子现在不会贸然接触他，也不会强行劝老师。母女间的裂痕，不是几句话能弥合的。弟子只是希望，未来老师能在没有罗刹神念影响的情况下，重新看待他。苏明渊，你胆子真的很大。弟子只是说了该说的话。你有请本座允许，不许再提他。但若有一天你真的有资格，本座会替你说。回去休息，下午去训练场。黄金一带的配合训练不能停。弟子告退。他是你的耻辱，恨他吧，远离他吧。闭嘴！明渊师弟，这边。娜娜师姐，谢月师兄，炎烟师兄，今日的训练，本座亲自观摩。本座要看看你们4人之间的配合。明渊，你认为自己在团队中适合什么位置？弟子不适合固定单一位置。若按团队划分，弟子更是适合做核心调度，根据战局在各层面随意切换。开战，弟子可用圣魔审判破除精神干扰，护着娜娜师姐的控制节奏。对方强攻便以光明形态防御，对方魂力波动明显，便用堕天噬魂干扰其运转。所以你是队伍大脑？可以这么理解。听起来挺厉害，战斗中哪有那么多时间思考？所以需要训练。真正的配合不是临时思考，是形成习惯。师姐魅惑时，师兄该从哪儿切入？炎烟师兄该封锁哪片区域？我何时出手干扰？都能提前练。小殿下这脑子真不像6岁的孩子。既然如此，今日第一项训练，你们4人对战3名魂尊级执事，不必留手太多，压迫他们，让本座看看问题在哪儿。终于有点意思了。这魂环颜色，战斗开始！炎烟师兄，左前3步，火焰压制藤蔓根部。谢月师兄蓝敏功，不要追。狐狸拿师姐，精神锁定控制系。炎烟师兄，爆发！先斩掉指挥核心，看你们怎么配合。拦住谢月，他是诱你离位。什么？先破控制！炎烟师兄不要硬顶，火焰封地。狐狸拿师姐后撤2步，我来接。这一刀落下，我的魂力爆发必然被打断。狐狸拿师姐魅惑控制系，谢月师兄后撤半步蓄力，炎烟师兄全力压缩火焰。停！回教皇冕下，明渊殿下战术判断极快，第一时间便识破我是团队核心，集中力量打断我的节奏。我尝试绕后偷袭殿下，被他提前识破。他的防御和反制都很快，尤其是精神锁定，让人非常难受。炎烟的火焰压缩还不熟练，但方向正确。继续训练，攻击威力会明显提升。你们自己说，问题在哪儿？
我火焰控制还不够，刚才几次差点打乱队形。我和明渊的指令配合还不熟，有些时候反应慢了一瞬。我的精神控制持续时间不够稳定，被魂尊级别对手反抗时消耗很快。我的问题是魂力总量不足，战斗再拖久些，我会先进入魂力空档期。今日表现不错，尤其是明渊，你已初步具备团队核心的判断力。但记住，核心不是命令别人，是让每个人在最合适的时间做最合适的事。弟子明白。从今日起，你们3人配合明渊进行战术训练。狐狸拿重点练精神稳定，谢月练干扰下的攻击节奏，眼烟重点练火焰压缩和情绪控制。明渊师弟，刚才那种配合感觉太奇妙了。以前我们各打各的，你一指挥，魂技好像都串起来了。哼，这就是团队战术，把4个人的能力串起来，战斗力会成倍提升。来了，昨日那封信，你应该猜到要见谁了。若明渊猜得不错，应是千仞雪小姐。不错，她今日回供奉殿修炼，老夫想让你见见她。她性子骄傲，也不喜欢身边的人。你是她的弟子，她对你未必友善。明渊明白，老夫不会要求你讨好她，也不会要求你一定与她亲近。今日只是见一面，若你们互相看不顺眼也无妨。出来吧。爷爷，你就是苏明渊。见过千仞雪小姐。听说你觉醒了12亿堕天圣魔，先天20级魂力，还被他收为了弟子。是。6岁大魂师，双千年魂环，这些也是真的。释放你的武魂，给我看看。你确实很特殊。千仞雪小姐的6翼天使也很强。不必恭维我，若只论天赋，你不在我之下。天赋不是胜负，那什么才是？暴露，以及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心。哼，这是他教你的，你是他的弟子，他没有教你仇恨吗？老师没有教我仇恨，他教我修炼，给我资源，也提醒我不要被黑暗力量支配。看来他对你不错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痛苦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千仞雪小姐应该比我更清楚，有些冷漠并不是因为不在乎，也可能是因为无法面对。你是在替他解释？那你觉得我该体谅他？没有人有资格要求你现在体谅他。你受到的冷落是真的，你想要母亲看你一眼却始终得不到回应，也都是真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能感受到情绪，你的精神波动已经说明一切了。我不会劝你现在原谅谁，但我希望未来有一天，你能在知道全部真相后再决定恨不恨，而不是只被孤独和不安推着走。你很会说话，看来你是想修复我和他的关系。未来想，那你恐怕会失望了，他不会愿意的。所以不是现在，现在的我也没资格。等我足够强，强到能帮他摆脱影响他心神的东西。你说的心神是什么？有些事需要你亲眼看到才有意义。苏明渊，我才不会相信你，但我会看着你。若你只是他派来影响我的人，
我会亲手打败你。随时恭候。你的魂力多少级？24级。我会比你更强。下次见面，我会试试你的武魂到底有多强。明渊师弟，这边。炎炎师兄，火焰压缩不能只靠蛮力，你现在一味把火焰往中心挤，只会让魂力互相冲突。压缩不是挤压，是塑形。先让魂力听你的，再让火焰变成你想要的形态。终于成了！至少比刚才多维持了3个呼吸。明渊师弟，我今天也想继续梳理精神力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但不能每天都用神念净化直接梳理，否则你容易依赖外力。我教你一种基础精神稳定法。我需要怎么练？你需要抗干扰训练。我用最低强度锁定你的精神波动，你在干扰下练习跃刃攻击，目标是魂技不变形，节奏不被打乱。继续，本座只是看看。本座决定，3日后举行年轻魂师内部比试，12岁以下弟子皆可参加，个人战、团队战都有，胜者可向更高魂力者挑战。明渊，你会成为被挑战最多的人，本座不会替你压下这些挑战。想成为核心，就要让人服你。这只家伙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入列吧。明渊师弟，你一来场上都安静了。等会儿魂环亮出来吓死他们！此次内部比拼，参与者为12岁以下武魂殿年轻魂师。第1轮个人战，第2轮团队战，第3轮挑战赛。比拼点到为止，不得恶意重伤对手，违者取消资格。现在第1轮开始。下一场，苏明渊对战陆程。明渊殿下，请赐教，释放武魂吧！铁甲息冲撞！我输了，心服口服。承让。炎炎师兄封左路，谢月师兄切后排。狐狸拿此解精神多扰右侧侧控制系，火破中线。第3轮挑战赛正式开始。我想挑战苏明渊殿下。我也想试试。苏明渊，你昨日说随时奉陪，现在可还作数？自然作数。让我看看你是否真有资格说那些话。
你确实很强，等你再成长几年，我会再与你一战。苏明渊，你说的那些话我暂时不会相信，但从今天起，我会认真看的。此次内部比试，苏明渊个人战全胜，挑战赛连续击败多名年轻大魂师，并与千仞雪小姐正面交手，不落下风。苏明渊，今日之后，你为武魂殿年轻一代核心，暂领神子候选之位。我就说那些家伙今天肯定会服。弟子领命。3日期满，神子雏形当立。你在抗拒我，逼逼东。没有我，你如何复仇？如何成熟？闭嘴！没有我，你只是一个被命运践踏的可怜人。你早已走在罗刹之路上，你的杀意是无最好的养料，你摆脱不了。做是要力量，但本座不做任何人的傀儡。老师，进来。老师，罗刹神念又躁动了。今日看到他出手，牵动了一些情绪。那老师需要我帮您稳定精神吗？不急，苏明渊，若本座继续走罗刹神位之路，最后是否一定会被他影响？并不是所有神位都会对继承者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你的意思是，我选错神位了？至少罗刹神位并不适合现在的老师，因为老师心中并不只有恨。若老师真是纯粹被仇恨支配的人，罗刹神念不会如此急着打击您的清明。罗刹神位只适合心中只有怨恨的人。他越想让您只剩怨恨，越说明您心里还有别的东西。若不走罗刹之路，本座还有别的路吗？来了，只靠压制永远不够，必须给他找一条替代的路。有。弟子暂时不能确定具体神位，但老师可以先做2件事：第一，暂缓深入罗刹神考；第二，寻找与老师真正意志更契合的道路。老师的武魂是死亡蛛皇与噬魂蛛皇，原本就与死亡、吞噬有关，这些属性未必只能走罗刹之路。若老师能从罗刹的怨恨中跳出来，重新定义自身力量，未必不能走出新的神位方向。重新定义自身力量。老师，不要顺着他的声音走。神子候选，供奉殿中传出消息，千仞雪小姐即将离开武魂城，前往天斗帝国。老师知道了吗？教皇冕下已经知道。老师是什么反应？没有反应。换句话说，是反应很大。他走了更好，他本就不该留在你身边，让他远离你，这样你便不必再想起过去。你开始在意他了，比比东，你忘了他代表什么吗？他是那段耻辱的积蓄。老师，千仞雪小姐今日离城。本座知道。老师不去送她。本座说过，现在的你还没有资格插手这件事。这是圣辉玉坠，里面有一缕弟子的圣魔光核，若千仞雪小姐精神变动过大，可以帮她稳定心神，遇到强烈精神污染时也能产生一次提醒。你想让本座送她？不是送，只是让她带着。老师若不愿署名，可以不说是您给的。本座不会去，也不许告诉他这是本座给的。弟子不会主动说，但若他猜到，弟子不会撒谎。哼，随你，滚吧！告诉他，天斗不同于武魂城，既然要去，就别轻易相信任何人。还有，让他别丢武魂殿的。天斗之路不容易，你要记住，潜伏不是一味隐忍，更不是忘掉自己。你可以扮演雪清川，但你不能真的变成雪成川。我明白。大供奉，苏明渊来了。你消息倒是灵通，是来送我的。
算是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还说，别丢武魂殿的脸。果然是他说的话。我不会因为一枚玉坠就相信你，也不会因为他一句话就觉得他在意我。不过我会带着的。这枚圣魔羽翼你也带着，遇到危险可以捏碎它。距离太远，我未必能立刻赶到，但能感知到你的精神波动。别死在外面。稳住，不要急着增强威力，先维持形态。我知道，别催。有进步，至少今天没把自己炸黑。娜娜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他说的是实。你闭嘴！23个呼吸比昨日多了8个。按照这个进度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可以尝试在战斗中使用压缩火焰，威力能提升多少？如果完全掌控，至少能提升30%，配合魂技爆发，5%也不是不可能。5%？那我岂不是能把同级强攻系直接轰飞？前提是你控制得住。我会控制住的。娜娜师姐，今日尝试把魅惑压缩成1点。1点？以前你的魅惑像雾，范围大，但消耗也大。若遇到精神力强的人，对方甚至能通过雾气反向找到你的情绪破绽。所以你要学会让魅了像针一样，范围小，速度快，直刺目标精神破绽。也就是说，不是让所有人都被我影响，而是先锁定最关键的人。对，团队战里控制最关键的敌人，比试图控制所有人更有效。丽娜的精神控制变得更锋利了，这是他原本就具备的天赋，只是之前没有找到合适方向。那我呢？谢月师兄，今日开始第2阶段。第2阶段？之前我只是干扰你的精神波动，今日我会加入假破绽，也就是说，你看到的攻击机会未必是真的。防幻术也是防诱导。未来你若遇到擅长精神控制的敌人，对方很可能会故意露出破绽，引你进攻。再来！他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只是自身成长快，更能让身边的人一起成长。老师，您叫我。黄金一代最近提升很快，他们本身天赋就好，弟子只是帮他们找到了更适合的方向。不必谦虚，能看出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法，本就是能力。你最近除了训练他们，还在查阅大量魂兽与灵药资料。是。你在找什么？回老师，弟子在寻找能提升黄金一代根基的天才地宝。魂师修炼不只是魂环与魂力，武魂品质、身体强度、精神根基同样重要。胡丽娜师姐、谢月师兄还有眼烟师兄天赋都很好，但若只靠正常修炼，他们能找到合适的灵药，便能提前弥补他们短。武魂殿收藏的灵药不少，但真正能改变根基的天才地宝并不常见。正因如此，弟子想查一个地方。哪里？落日森林。你为何会这么想？弟子的12堕天圣魔对负面能量、毒性灵物、光暗极端环境都极其敏感。翻阅旧档后，弟子发现3处异常：其2，外围曾出现高年份毒草，却无迹可特寻；其3，独孤博常年隐居在此，绝非只为普通修炼。他毗邻蛇毒宫诡异，只是魂堕罗修为，又性情孤僻，不肯归附武魂豹，确实反常。若真有宝地，他大概率知情。你想让本座派人抓他？不是强行抓捕，是先查他的活动区域、固定药谱，更要查他体内毗邻蛇毒的反噬隐患。毒系武魂伤人伤己，他毒功越强，反噬只会越重。你的意思是用解法跟他交易？正是，用武魂殿资源或是弟子的进化之力做筹码，换取进入宝地的资格。此举不仅能为黄金一代寻到根基良药，更能研究毒、火、冰等极端属性，对老师寻找罗刹之外的新路同样大有助裨。你有几成把握？5成。5成你就敢提？足以改变年轻一代根基的机缘，哪怕只有5成，也值得一试。鬼长老，派人暗查独孤博与落日森林旧档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此事暂时保密。遵命。说。回禀冕下，独孤博与落日森林的调查已有结果。他常年出没西南毒雾谷与北部断崖，10年间外围多次出现年份异常的毒草，周边常伴冷热气流紊乱，2名魂宗误入深毒雾区，已中毒身亡。另有一事，
独孤博魂力89级，近年极少离开森林，每次外出必寻压制毒素的丹药。看来你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，只能证明落日森林确有异常，宝地与否还需进一步确认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身体状态极不稳定，烟雨之夜毒力必会暴动。曾有暗探见谷中毒物翻涌整整1夜，次日他的气息虚弱了数分。身体不稳定，这对我们来说是机会，但也是风险。89级魂头罗加一身毒功，又占了落日森林地利，普通封号斗罗都不愿应接。老师，独孤博不能杀。理由？其一，他掌握异常区域，大概率知晓宝地入口；其二，他是毒道强者，收服后对武魂殿大有用处；其三，解决他的毒素反噬便是一份大恩情；其四，他还有孙女独孤岩，同样大概率受遗传反噬。我们救的不只是他，还有他的后人。你的意思是用救命之恩换合作？正是，强者重性命，老人重后辈，两者皆握在我们手中。本座亲自去。独孤博性情孤僻，普通长老前去，他未必肯信。若派封号斗罗压境，他只会以为护魂田要强夺宝地。老师您亲自去，既是教王的诚意，也是绝对的实力。只要先展露解法，再谈合作，他很难拒绝。你也要跟本座前去？弟子必须去。弟子的净化之力可变毒素，更要亲自确认宝地灵药属性。落日森林毒物遍布，独孤博更是剧毒缠身，你就不怕？弟子有圣魔光回护体，更有老师在侧，不会有事。好，明日出发。教皇冕下，是否需要属下随行？你随行，局长老留守武魂城，此事暂时保密，不得外传。遵命。该死！难道老夫真要被自己的毒耗死？谁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明月师弟，你真要出门？和老师去一趟落日森林。去落日森林猎魂吗？不是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应该是有任务。你们按计划继续修炼，我回来会检查。还检查？我回来若是见你火焰压缩退步，必给你加练。放心，绝对不退步。明月师弟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练的。娜娜师姐，金圣湖面法别急着突破，先稳住根基。谢月师兄，假破绽训练可以找鬼长老安排直视模拟。老师，何时出发？现在。是谁？难道真有人盯上老夫了？有发现，这里的毒物异常，表层是毒气，内里却裹挟着极寒与极热两种气息，正常环境根本无法长期共存，除非附近有特殊地势能维持冰火平衡。冰火平衡是。弟子怀疑那处宝地正与冰火两种极端属性相关，前方3里有强烈毒力波动，还有残留的魂力痕迹。独孤博可能性极大。过去。外围灵药品质已远超寻常，可见核心区域滋养之力极强。若真是如此，里面必然藏着真正的仙品。何人擅闯老夫领地？滚出来！教皇冕下深夜造访落日森林，意欲何为？来找你。找老夫作甚？武魂殿何时对老夫这般上心了？这孩子是谁？本座弟子。独孤前辈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救老夫？一个6岁娃娃也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？老夫需要你救！独孤前辈每逢阴雨之夜，体内毒力暴动，发作时经脉如万蛇啃，使骨髓似毒火灼烧。平日里只能靠药草强行压制，可压制不发作一次，身体便会虚弱一分。你调查老夫！是，但就算不调查，弟子也看得出来，你的毒已经深入骨髓，你越强毒越深。等到哪天魂力压不住毒素，便是毒发身亡之日。独孤博，本座今日不是来杀你的，但若你敢对本座弟子动手，本座不介意让落日森林少一个魂多罗。继续说。更重要的是，碧鳞蛇毒不止害你，还会害你的后人。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碧鳞蛇毒有遗传隐患，若你的后人觉醒碧鳞蛇武魂，毒素会随修炼逐渐积累，早期看不出异样，魂力越高反噬越重。也就是说，独孤前辈今日承受的痛苦，未来独孤燕小姐也可能承受，甚至发作的更早。你连燕燕都查了！独孤前辈是武魂殿重点关注的魂夺罗强者，查到亲眷并不难。你说能救老夫，怎么救？生属性2环1000年。这孩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弟子武魂兼具净化与吞噬之能，虽不能辨明毒素根源，你的问题从来不是毒太强，而是毒无载体，与肉身融合太深，终致伤敌先伤己。若能凝出独立毒核，或是引入外物承载，反噬自会大幅减轻。你凭什么让老夫信你？凭我一眼看穿你的毒患，凭教王免之亲至，若要强夺，根本不必与你多费口舌。你们想要什么？你在落日森林里的药仆，我们不强抢，我们交易。若老夫不答应，那我便自己找，只是到那时就没有交易一说了。前辈守着宝地却无法禁用，不如换你与孙女2人平安。我们取灵药，你得生机，还能提前为独孤雁规避遗传隐患。老夫可以带你们去，但有3条：不得毁药铺根基，不得碰燕燕。事成之后，老夫欠武魂派一个人情。一个人情不够，若能解决你2人的毒素隐患，前辈需为武魂豹出手3次，不是归顺，只是3次出手，绝不会让你去送死。这是你的意思？他的意思便是本座的意思。但若你们敢耍花样，老夫就算拼着毒发，也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